之后我眼睁睁看着妻子公司破产，放弃入赘豪门，只因上一世临死前，妻子突然要将白月光的骨灰迁入我家的祖坟，顶替原本我的位置，我愤怒不已。可妻子依然一意孤行，为了让我死心，她承认早已立好遗嘱，等她死后，我就要净身出户。她还告诉我，疼爱了几十年的儿子其实是纪伯短。我气得当场口吐鲜血，惨死在妻子面前。再睁眼，发现自己回到了柳家选婿那天，柳父站在高堂之上，神情庄重。如烟，你年纪也不小了，是该做出决定了。说吧，想选谁成为你的夫君？柳母笑容慈祥。我猜女儿选的肯定是萧凡，她从小到大都喜欢黏着人家，无论相貌还是才智，我远胜纪伯短。柳家上下都知道，其实我早就是内定的女婿人选。但这一世，柳如烟冷冷地看向我，在她眼底藏着深深的厌恶和憎恨。我一下明白过来，原来她也重生了。既然你对纪伯短心心念念，那我成全你们便是。我主动站起身来说道：伯父伯母，我自认才疏学浅，相貌丑陋，配不上如烟，所以我退出。柳如烟明显愣了一下，眼睛里闪过一丝错愕，随即又恢复了冰冷。她什么也没说，转身匆匆离开了大厅。我很清楚她要去干什么。这个时间点，纪伯短没有出车祸，一切都还来得及。小凡，你刚才说什么？柳父的声音从高堂上传来。我抬起头，对上他的目光。这位曾经将我视如己出的长辈，此刻脸上写满了困惑。伯父，既然如烟心有所属，我退出选婿。柳父柳母面面相觑，但联想到女儿刚才的决然离开后，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安慰的话。我默默回屋收拾行李，做好离开的准备。突然，书房方向传来激烈的争吵声。爸，你答应过的，谁娶我谁就掌管柳氏集团。现在萧凡凭什么还握着城南项目？柳父耐心解释。如烟，城南项目一直是萧凡负责，突然换人会影响公司股票。我不管，我已经决定了，伯短才是柳家女婿。你难道宁愿相信一个外人，也不相信自己女儿的选择吗？城南改造工程是柳氏集团近几年主攻的重要项目，上一世在我的领导下成功拿下，让柳氏集团一飞冲天，也让我彻底坐实了柳氏集团掌权人的位置。柳如烟很清楚这一点。几分钟后，我被管家带到书房，柳父面色疲惫。小凡，有件事我要跟你商量。伯父不必说了。我打断他，声音平静的连我自己都感到陌生。我明白。柳父抬起头，眼中闪过一丝诧异，随即化作深深的愧疚。城南项目一直是你负责的，忽然换人确实不妥，但你知道的，如烟她脾气比我还倔。我点点头。伯父，我能理解。从怀中取出早已准备好的文件袋和那块象征着柳氏集团实权的玉牌，袋子里是所有项目资料和交接文件，密码如烟都知道。柳父盯着那块玉牌，手指微微颤抖。这块玉牌从我18岁起就随身携带，几乎成了我身体的一部分。前世，直到我死前那一刻，他都未曾离开过我。我站起身，朝他鞠了一躬。伯父，这些年承蒙照顾，萧凡感激不尽。就在此时，书房门突然被推开，柳如烟踩着高跟鞋走了进来，纪伯短紧随其后。爸，都谈好了吗？他看都没看我一眼，径直走到柳父身边。柳父无奈的点头。萧凡已经同意交接了。柳如烟还没说话，旁边的纪伯短已经迫不及待将玉牌拿在了手中，眼里是掩盖不住的兴奋和得意。这一幕让柳父微微皱起了眉头。等等，我突然开口。柳如烟皱起眉头。萧凡，难道你想反悔？我摇了摇头。这是城南项目的核心机密，包括与政府部门的私下协议和几家关键供应商的特殊条款。柳如烟狐疑地接过文件夹，快速翻阅起来，眉头越皱越紧。这些条款如果处理不当，整个项目可能会亏损至少3个亿，以及伯短的能力应该不成问题吧？纪伯短脸上闪过一丝异样，但很快又恢复了那副自信满满的表情。你多虑了，我自有分寸。我不再多言。纪伯短不过是个大专毕业的毛头小子，对商业运作一窍不通。城南项目的成功全靠我提前布局和与各方势力的周旋，少半分努力都不行。你可以走了，从今天起，柳氏集团与你再无瓜葛。我正要转身离开，纪伯短却突然开口：慢着！他的声音里带着刻意的傲慢。我停下脚步，没有回头。既然萧凡已经落选，就不是柳家的人了吧？按照规矩，他不该留在柳家，应该净身出户才对。如烟，你觉得呢？书房里的空气瞬间凝固，我缓缓转身，目光越过纪伯短那张得意洋洋的脸，直接落在柳如烟身上。这是你的意思？他站在那里，脸色不停变换，眼神开始游离，最终避开了我的视线。那几秒钟的沉默，比任何言语都更有力。柳父突然拍桌而起：胡闹！萧凡在柳家20年，就算不做女婿，也是半个柳家人。爸，伯短说的没错，既然已经做出决定，就该断得干干净净。我看着他突然笑了，那平静的笑容让柳如烟明显一怔。伯父，既然这是如烟的决定，我尊重。我环视书房内的每一个人，目光最后落在柳如烟身上。他下意识地别过脸去，手指不安地绞着裙摆。伯父，既然话说到这个份上，有些账也该算清楚了。我的声音很轻，却让整个书房骤然安静下来。北郊新区项目总投资8.7亿，净利润3.2亿；临县改造项目总投资5亿，净利润1.8亿。我一桩桩一件件地数着，每报出一个数据，柳父的脸色就凝重一分。所有这些加起来，10年间我为柳家创造的净利润超过20亿。柳如烟轻咬着唇角，
他当然知道这些数字意味着什么。柳家养我20年，我替柳家赚了20亿。我的语气一直很平静。这笔账今天算是两清了。柳家不欠我，我也不欠柳家的。我净身出户，从此再无瓜葛。说的倒好听，但有你这样净身出户的吗？他走上前来，粗鲁地拉扯我的西装。这身高定就值10几万吧？这表少说100万起，这些东西哪样不是柳家的钱？我任由他拉扯羞辱，只轻声问道：如烟，难道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真的一文不值吗？他的睫毛微微颤抖着，张了张嘴，最终却什么也没说出来。本以为重活一世，自己已经放开了，没想到此刻心脏依旧像是被别了一块，痛得让人几乎窒息。我强忍情绪，开始解表态。萧凡，柳父猛地站起来，你不用如此。伯父，规矩就是规矩。西装、领带、手表，我一件件脱下，最后连袜子都脱了下来，赤脚站在冰凉白大理石地面上。纪伯短脸上写满胜利的得意，而柳如烟的脸色有些发白。当我开始解衬衫纽扣时，他终于忍不住别过脸去。够了，从今往后，我就是我叫萧凡，不再是柳家的童养夫。走出柳家大门时，我只推着一辆锈迹斑斑的折叠自行车。这是8岁生日那年柳如烟送我的礼物，也是唯一属于我个人的东西。这么多年来，一直存放在后院的杂物房里。外面不知何时聚集了一大群记者，见我出来，顿时蜂拥而至。萧总，请问被柳家扫地出门是什么感受？听说您连内裤都没资格带走，是真的吗？带头的女记者甚至故意用镜头对准我的下半身，她那张脸很眼熟，应该是在纪伯短的某次生日宴上出现过。我抬腿跨上自行车，摇摇晃晃地穿过人群，刚骑出巷子，一辆黑色迈巴赫突然挡住去路。萧先生，我是林氏集团的林婉婉，我爷爷想见你一面，可以吗？我愣住了。林婉婉，赫赫有名的金圈大小姐，林家魔都真正有底蕴的顶级豪门，前世我花了10年才勉强搭上关系的庞然大物，如今竟然主动找上门来。我站直身子，郑重点头，荣幸之至。第二天，柳家别墅里，柳如烟正对着手机屏幕发呆。热搜榜1，柳家童养夫萧凡痛失女婿身份，被扫地出门，裸身骑行。听说要不是沈大小姐念在多年情分上，她连内裤都保不住。昨天还是高高在上的萧总，今天连乞丐都不如，真悲催呀！他下意识点开视频，画面中那个赤身骑车的背影让他心头一颤。当镜头扫过那辆锈迹斑斑的自行车时，手指突然僵住了。如烟，在看什么？纪伯短搂住他，目光落在手机上后立刻笑出声，哈哈哈，太精彩了！不枉我特意找了几十家媒体等着他。柳如烟一愣，原来记者是你安排的？当然，这下好了，全江城都知道他萧凡是什么货色。柳如烟勉强笑了笑，心里却有种莫名反彩，脑海中一直浮现出那辆破旧的自行车。他突然开口问道：伯短，你现在学会骑自行车了吗？纪伯短嗤笑一声，有4个轮子的车子开，为什么要骑容易摔倒的破自行车？我又不是萧凡这样的傻子。再说了，我怕疼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听到他的回答后，柳如烟心里猛地一咯噔，犹豫了一会，直接撂下纪伯短，冲上2楼空空荡荡的卧室，找到储物箱，翻遍小时候属于3个人的照片，但厚厚一本相册，有萧凡的照片只有1张，那是10几年前他们在江城海边游泳拍下。照片里，他牵着纪伯短的手站在沙滩上，笑得格外开心。只有萧凡默默站在远处，手里还拿着他的游泳圈，像个卑微的佣人一样，和整张照片格格不入。但能清楚看到他的肩膀上缠有纱布。柳如烟浑身僵硬，记忆突然如潮水般涌来。那年夏天，他偷跑去后山玩耍，不小心滚下山坡，摔得浑身是伤。意识渐渐模糊时，有个男孩将他抱到了自行车后座上，一路猛蹬。因为身上伤口疼得受不了，他下意识张开嘴，死死咬在男孩肩膀。男孩皮开肉绽，鲜血直流，可他一声不吭，反而温柔地安慰：别怕，医院马上就到了。醒来后，映入眼帘的人是纪伯短。护士说他命真大，幸亏有个男孩踩了10几公里山路的自行车，拼了命将他送到医院。柳如烟躺在病床上，问纪伯短是不是他救了自己。那时的纪伯短有一瞬间的愕然，但并没有否认。柳如烟浑身僵硬，呼吸停滞，想到萧凡的肩膀，又看着手机的照片，他还有什么不明白的？他一直以为救自己的那个人是纪伯短，所以才会对他有种别样的情愫，对他的死耿耿于怀。直到今天才知道，原来自己错的有多离谱。他瘫坐在地上，喃喃自语：错了，全都错了。夜幕降临，柳家灯火通明，众人脸上堆满笑容，嘴里全是恭维纪伯短的话。纪伯短春风得意，俨然一副男主人的姿态，接受众人的祝贺。被他搂着的柳如烟脸上笑容略微有些僵硬。众人全部落座后，空了一张椅子，那是萧凡的座位，多年来从未变动过。纪伯短一眼瞥见，脸色瞬间阴沉下来，转头对老管家厉声呵斥：怎么回事？这种场合还摆着一个外人的椅子，你是老糊涂了吗？老管家低着头连连道歉：对不起，纪少爷，是我疏忽了，我这就撤走。餐厅里鸦雀无声，柳父眉头紧锁，柳母欲言又止，但最终都没有开口。柳如烟突然站了起来：只是多一张椅子而已，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留下吧。她的声音很轻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语气。纪伯短猛地转头，不可置信地看着他：如烟，你什么意思？柳如烟没有看他，
只是淡淡的对老管家说道：“摆好了，别让人以为我们柳家连这点气度都没有。”纪伯短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白，但最后还是强压怒火，挤出一丝虚伪的笑容。如烟说的对，确实是我太敏感了。说完，他坐回座位，眼神却阴鸷的可怕。拍戏后，纪伯短先夹了一块鱼肉放到柳如烟碗里，柔声道：“如烟，我记得你最爱吃鱼，尝尝。”柳如烟盯着碗里的鱼肉，突然想起萧凡每次都会细心挑出所有鱼刺，再放到他面前，而眼前的纪伯短连他怕鱼刺的习惯都不知道。柳如烟只是胡乱扒拉了几口饭，起身说道：“大家慢慢吃，我先上楼了。”纪伯短一脸关切：“如烟，你怎么了？身体有点不舒服。”说罢便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了。上楼路过萧凡的房间时，仿佛有种吸引力，让他鬼使神差地走了进去。打开灯一看，愕然发现房间里空空如也，原本属于萧凡的东西全都不见了，仿佛他从未在这里住过一样。柳如烟浑身颤抖，一下子就炸了。他快步跑回1楼，当着所有人的面质问：“是谁动了萧凡的房间？”宾客的谈笑声戛然而止。老管家看了一眼纪伯短的脸色，才小心翼翼地承认：“大小姐，是纪少爷中午吩咐的。”纪伯短放下筷子，脸上还挂着那副漫不经心的笑容。如烟，这点小事你生什么气啊？萧凡自己说要净身出户的，这些破烂他又用不到，所以我就叫人全部打包拉去废品站了。废品站？柳如烟的声音陡然拔高，眼睛泛红。纪伯短终于察觉到气氛有些不太对，但依旧不以为然地耸耸肩：“不就是些旧衣服和书本吗？他都不要了，还留着占地方干嘛？”柳如烟的胸口剧烈起伏，眼前一阵发黑。你凭什么？他几乎是吼出来。那是他的房间，他的东西，你有什么资格擅自处理？餐厅里鸦雀无声，所有人都被柳如烟突如其来的爆发惊呆了。纪伯短脸上的笑容僵住。如烟，今天是我成为柳家女婿的日子，你为了一个外人这样大呼小叫，不太合适吧？外人？萧凡在柳家生活了20年，谁敢说他是外人？这句话像一记耳光甩在纪伯短脸上，他怒气上脑，冷冷地说道：“如烟，你是不是忘了？是你选择了我而不是他，是谁亲口说让他净身出户的？现在你又闹哪样？”但柳如烟已经听不进去了。那些东西现在在哪？他声音颤抖地问老管家：“应该还在城南废品站，今天下午才送去的。”柳如烟二话不说，转身就往门外冲。如烟，你疯了吗？为了萧凡那堆破烂，你要丢下我，丢下所有客人？那些不是破烂，那是……他的声音突然哽咽了，无法继续说下去。纪伯短的表情变得狰狞。柳如烟，你今天要是走出这个门，就别怪我。你想怎样？柳如烟冷冷地打断他：“像对萧凡那样对我，让我也净身出户。”纪伯短被噎住了，脸色一阵青一阵白，瞬间冷汗直冒。他只是个童养妇而已，哪有资格让柳家大小姐净身出户？赶紧强挤出一丝温柔笑语：“对不起，如烟，是我错了。现在外边正在下大雨，等明天天晴之后，我再陪你一起去找，好不好？”柳如烟趁机挣脱他的手，头也不回地冲进了雨幕中。柳如烟踉踉跄跄地来到废品回收站，工人们正准备关门，突然看到一个浑身湿透的年轻女人冲了进来。今天下午从柳家送来的东西在哪？工人们面面相觑，然后指了指角落里几个湿漉漉的大纸箱。柳如烟扑过去，手忙脚乱地打开箱子，她颤抖着拿起一本湿透的日记本，小心翼翼地翻开。今天如烟又哭了，因为纪伯短不小心忘了她的生日，我做了她最爱吃的蛋糕，但她一口都没碰。如烟发烧了，39度，我守了一整夜，天亮时温度终于正常。纪伯短中午才来，虽然只带了一束花，但如烟笑得好开心。每一页都是关于他的记录，每一行字都浸满了萧凡无声的爱。他拿起手机给刘府打去电话，声音里带着哭腔：“爸，求求你帮我把萧凡找回来。”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前，林老爷子笑容可亲：“萧凡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林氏集团的总顾问。为了方便你开展工作，也免得有人不服，我让婉婉当你的助理。有什么需要，尽管跟他提就行了。至于柳家那边，你不用担心，一切有我。”我回头看了林婉婉一眼，默默点头。时间如飞梭，一晃已3年。林氏集团海外上市的庆功宴上，我站在落地窗前，俯瞰着壮观的纽约夜景。萧凡，你在想什么？林婉婉的声音从身后传来，轻柔如风。没什么，只是觉得有些不真实。没想到短短3年，林氏就能走到这一步。她轻笑，眸中闪烁着仰慕的光彩。那是因为有你在啊，萧总顾问。我摇头，主要靠林家的底蕴和你的魄力，我只能算得上是锦上添花而已。你总是这么谦虚，可我今天不想听这些客套话。我的心跳微微一滞，他的眼神太过炽热，让我无法回避。萧凡，他轻声唤我的名字，语气坚定。海外上市只是开始，接下来的路，我想和你一起走。不过，不是以合作伙伴的身份，而是……婉婉，我打断他，声音有些苦涩。你知道我的过去？我知道，可那又如何？你值得被真心对待，而我愿意成为那个人。别人不珍惜你，但我绝对不会。宴会厅的喧嚣仿佛在这一刻远去，只剩下他的呼吸声萦绕在耳畔，像是一束光，驱散了我心底最后的阴霾。我凝视着他，终于点了点头。好。回到京城后，
我和林婉婉的关系逐渐公开，林老爷子乐见其成，开始有意无意地将更多家族事务交到我手中。端午节那天，林氏集团公布了我们的婚讯，一下顶上热搜榜首。柳家继续领取林氏千金。什么继续？人家现在是林氏集团实际掌权人。也不知道柳家看到后会不会肠子都悔青了。第二天傍晚回家路上，突然有个女人挡在我的迈巴赫前。这个女人正是柳如烟。几年不见，她瘦了许多，也憔悴了许多。她沉默了几秒，声音带着哽咽：“我想跟你好好谈谈，可以吗？”没必要了，过去的事我早已经放下了。可我没有，萧凡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这3年来我一直在找你，还有季伯短，他根本不是我想象的那样，他骗了我，也骗了柳家。我闭上眼，心中泛起一丝波澜，但很快归于平静。这些都与我无关。如烟，其实在上一世我们就已经两清了。柳如烟瞳孔猛地张开，原来你也……这时正好绿灯亮起，车子发动，柳如烟还想要追赶，却怎么也追不上。1个月后，新闻爆出柳氏集团因资金链断裂濒临破产，季伯短卷走巨款潜逃被抓。对于这些，我只是一笑了之。我和林婉婉大婚那天，全城轰动。就在我们交换戒指的那一刻，我眼角余光瞥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，他远远站在会场外。林婉婉似乎感应到了什么，轻声问我：“萧凡，你后悔当初退出柳家选婿吗？未来的路还很长，我们一起走，好不好？”林婉婉眼角泛着泪光，轻轻合手：“好。”